东家，你快看前面！这是什么路？进城！我倒要看看他李坟是不是长了3头6臂。永昌商货，外地来的吧？进城费50文，拿好收据。进城后不准随地吐痰，不准乱停马车，违者罚款。放肆！你可知车里坐的是谁？敢问我们要钱？不识字啊！西陵规矩，天王老子来了也得交过路费，爱交交，不交滚蛋。后面还排队呢，找死！林虎，给他钱。护驾！东家快跑！东家挡住这怪物！哎呦，笑死我了！那是咱们知府大人发明的蒸汽火车，拉货用的，一趟能拉几万斤煤呢，没见识。蒸汽火车，李凡，他到底在干什么？老李头，你家今年的麦子长得咋样啊？嗨，别提了。前阵子叶子有点发黄，去农技站问了吗？站里派技术员看过了，说我家那地儿啊是缺氮了。啥？缺氮了？去，没文化，是氮磷钾的氮。知府大人说了，这庄稼生长就离不开这氮磷钾3兄弟，缺氮黄叶，缺磷少花，缺钾倒伏，看见没？大人说，只要往地里撒上一把，不出3天，麦苗保准绿油油的。这么神，给我匀点，不给，要买自己去化肥厂排队去。磷钾，简直是一派胡言！庄稼生长乃是顺应天时，承蒙天地灵气，那是老天爷赏饭吃。你们不敬畏天地，竟然在这里讨论什么蛋、什么尿的污秽之物！哪里来的老狗，敢在西陵撒野？圣人云，圣人能教我怎么种地吗？就是在西陵，科学才是第一生产力。科学第一生产力。3年前连饭都吃不饱的边境穷县，现在连种田的老农都不信神明，不尊孔孟，转而去信奉那个叫科学的东西了。这李坟到底给他们灌了什么迷魂汤？退下，别丢人现眼了。这不可能！东家，逆水行舟，无帆无桨，通体纯铁，铁在水里怎么会浮起来？唉，又疯了一个。这半个月，但凡是外地来的商人，看到咱们知府大人造的蒸汽轮船，10个有8个得吓得坐地上。这心理承受能力太差了。你告诉我，这些全都是李芬做的！放肆！你敢直呼大人名讳？朕不，本老爷要去会会这个李凡。如果这些东西都能为朕所用，那大楚的铁骑和巨舰将踏平整个天下。找本官何事？大胆，先走！罢了，你做这些，朝廷知道吗？皇上知道吗？皇上，那个整天坐在龙椅上，只知道琴棋书画和那些酸儒为官斗的傻帽皇帝，他要是能看懂我这沙盘上的一半东西，大楚早就统一天下了。能指望他？你竟敢！竟敢什么？你结巴呀！
李帆，你大胆！知府大人，求求您开仓放粮吧！俺娘已经吃了3天观音土了。这破西陵城，老子不待了，上山当土匪去！这是哪儿？我这是穿越了。哟，知府大人，您醒了。外面百姓易子而食，你身为朝廷命官，居然在喝鸡汤？不然呢？这西陵城大旱3年，赤地千里，官仓里连一颗老鼠屎都找不到。我劝您啊，赶紧写封遗书，挑根结实点的白绫，免得一会儿流民冲进来，把您生吞活剥了。连饭都吃不饱，这官当的还有什么意思？没有粮，那就种；没有水，那就找。王县城，你给我睁大狗眼看好了！本官不仅死不了，还要让这西陵城变成天下第1粮仓。知府大人饿出失心疯了！你要能在这盐碱地里种出粮，下官把这衙门外的石狮子生吃了。好，记下你这句话。乡亲们，都给本官安静！青天大老爷，您有粮吗？我现在没粮，但是满山的土匪也没粮。你们去当土匪也是饿死，想活命的，不想看着老婆孩子饿死的，都给本官站起来，拿起你们的锄头。大人啊，拿锄头干啥呀？地里干的能冒火，一点水性子都没有，怎么种庄稼呀？龙王爷不管你们，我来管。听好了，水往低处流。我观察了这附近的地貌，虽然表面干涸，但远处的横断山脉植被并未完全枯死，说明地下有潜流水位。潜流啥位？李大人，您在京城读书读傻了吧？在这荒滩上拿个破竹竿比划几下就能出水？你当你是神仙啊？这里，就是这里。老李头，带上10个壮汉，顺着本官画的这条线往下挖，挖地3丈。李大人，这是岩石层，下面全是石头，你让他们在这儿挖水。你要是能在这儿挖出水，我王字倒过来写。给我挖！乡亲们，横竖是个死，信大人一回，挖！笑死我了！李大人，这水呢？水怎么还没喷出来呀？水是水！神仙，知府大人是活神仙啊！真挖出水了？这怎么可能？王县城，你的王字准备怎么倒过来写？还有，衙门门口那尊石狮子，你是打算红烧还是清蒸？大人，水有了，可犁头不行啊！地干得像铁板，地翻不透，种子种下去也是死啊！去，把城里最好的铁匠给我找来。知府大人，您找俺先说好，俺只会打刀剑和普通犁头。您要是想要那种能劈开铁板的犁，俺打不出来。按这个打。这是啥玩意儿？这犁阳怎么是弯的？还有下面这个铁疙瘩，犁壁怎么是圆弧形的？大人，您别拿俺寻开心了。这别说犁地了，一下地就得断。断了，本官砍自己的脑袋！不断，本官砍你的脑袋！废什么话？马上给我打！
大人，俺打铁40年就没见过这种梨，等会儿要是断了，您可别赖俺手艺不精。老李头，下梨。我的亲娘哎！大人，俺有眼无珠，有了这梨，一天能立10亩地呀！别急着跪，再看看这个，刚才那个叫曲源炉，这张图纸叫播种楼车。装上种子，牛在前面拉，这东西在后面能同时开沟、播种、掩土，一次3行。铁锤，带着全城的铁匠和木匠，没日没夜的给本官造。3天内，我要全城的农户都用上新农具。大人，不好了，出事儿了！慢慢说，天塌不下来。麦苗全黄了呀，又矮又细，像豆芽菜一样。这地旱得太久了，地脉断了，没有地气了。哎呀，李大人，下官早说过，人力有时穷，你搞出水，搞出怪梨又有什么用？这地没营养，长出来的也是杂草，你还是认命吧。放你娘的屁，那叫缺肥，缺肥！传本官知府令，全城百姓立刻出动，给我把城里城外的猪粪、牛粪、鸡粪、树叶子、杂草、草木灰全给我收集起来，集中堆到城南的空地上。啥？收集粪便？大人，这粪便直接下地会烧苗的呀！谁说直接下地了？这叫什么？这叫高温发酵堆肥，也就是本官独门秘制的西陵1号超级土化肥，封存半个月。下地，每1亩地撒100斤。这片地终于有救了。秋收大典正式开始。大人，称出来了。能有多少？顶天了1亩地1担半，撑死你们这些泥腿子！放你娘的狗屁！是4担，整整4担！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这只是开始，这叫选种。明年我要用这些最强壮的种子进行杂交，我要让亩产突破6担。我要在这衙门旁边盖一座农技站。知府大人，不好了！黑风寨的土匪听说咱们西陵秋收大丰收，杀到10里外了，扬言要抢光粮食，杀光全城啊！完了，全完了！种出粮食有什么用？给土匪做嫁衣呀！快跑吧，大人！铁锤，小子在，让你们用我画的图纸造的那个叫高炉的玩意儿，第1炉缸水是不是该出炉了？回大人的话，温度已经到了，随时可以出缸。很好，百姓吃饱了，现在本官要让他们干活。3000土匪来得正好。大人，土匪进入100步了，放箭！不急，弟兄们，冲进去，抢粮食，抢女人，西陵城全是咱们的，给老子杀！我的手！这不可能，怎么可能射穿我的百炼铁甲？大楚的废铁当然射不穿，但这是高强钢。第2轮，放！投降！我们投降！知府爷爷饶命啊！这是咱们西陵的乡勇，500人没死一个，灭了3000悍匪。开城门！听说你们是北边游牧民族的马前族，平时除了打家劫舍，还倒卖私盐和茶叶。大人明鉴，小人也是混口饭吃，小人手里有渠道，能弄到北边的战马和皮草。只要大人饶我不死，我愿意把金银财宝全献给大人。金银财宝，哼，你那点破烂，本官还看不上。本官给你一条活路，从今天起黑风寨解散，你去做本官的商队头目。商队卖什么？这是你们平时吃的盐，苦涩有毒，还贵得离谱。这是本官用过滤提纯法弄出来的精盐，没有苦味，纯度极高。这是只有皇上才能吃到的神仙盐啊！滚蛋！皇上吃的比这差远了。精盐，还有刚才把你们打出屎的金刚弩箭和铁锅，你带着这些东西去北边，去跟那些游牧部落换什么？换战马，换牛羊，换矿石，换黄金。1个月内，我要看到一支满载物资的商队回到西陵。做不到，
本官亲自拧下你的脑袋！小人遵命。老天爷，做梦都不敢想这么多钱！大人发财了，咱们西陵彻底发财了，这得有上百万两吧？没出息的东西，这点钱就让你找不着北了。大人，这可是100万两啊！整个大楚国库1年的税收也就2000万两啊！钱放在库房里就是一堆废铜烂铁，只有让它转起来，才能变成真正的力量。去，把赵铁锤给我叫来。大人，您找俺。铁锤，我让你带人去卧牛山勘探，结果如何？大人神机妙算，卧牛山后山不仅有露天的煤矿，还有一大片品位极高的铁矿石，简直是老天爷赏饭吃啊！好，农业解决了吃饭问题，商业完成了原始积累，现在是时候开启真正的工业了。王献成，下官在。拿50万两银子出来，在卧牛山脚下给本官建厂，招募1万青壮言。大人，建什么厂要1万个人？炼钢厂。啥？炼钢？大人，咱们不是已经在衙门后院弄了个小土炉子打铁了吗？那叫过家家。我要建的是高达5丈的高炉，是利用洗煤、土法炼焦，用敲炭和鼓风机进行高温收炼的大型炼钢厂。大楚的百炼钢是靠铁匠一锤一锤砸出来的，费时费力，产量极低。本官要的是高炉一开，钢水像河水一样流出来。大人，您没发烧吧？铁化成水，那得神仙的真火才行啊！凡间的木炭根本达不到那个温度啊！所以我们要用鼓风机。废话少说，图纸拿去，看不懂就来问。半个月内，我要看到高炉拔地而起。知府大人要做法，把石头变成铁水。吹牛吧，石头怎么能变铁？大人，鼓风机已经开到最大了，温度不够，继续拉风声。大人，出铁口标了，亮得刺眼啊！无数个日夜的煎熬，终于成了。砸开泥封，出铁！火龙，这是火龙啊！化了，真的化成水了。这些全都是百炼金刚，这得值多少钱啊？好钢！哈哈哈哈！铁锤，属下在。炼钢厂24小时不要停，给我日夜生产。铁轨、农具、兵器、锅炉，全给本官造起来！又他妈漏气了！这气缸密封性到底怎么搞的？大人，这已经是俺们能打磨的最圆的铁桶了，但缝隙还是太大，里面的热气全跑光了。密封，我知道了！快，把麻绳在猪油里浸泡透，然后和软青条一起填塞进活塞和气缸的缝隙里，利用受热膨胀的原理，强行密封。强煤！点火！大人，气压太大了，锅炉在走，要炸了！不许跑，看着，给我开！给我想起来！大人，一堆铁疙瘩居然自己动起来了，这力气比100头牛还要大呀！铁锤，记住了，这叫蒸汽机。停工！全部停工！知府大人，您这是干嘛？这机器一停，咱们的布交不上货，可是要赔钱的呀！使不得呀！闭嘴！点火，加压！天哪，密室平整，这质量比江南工部还要好，这速度，这一台机器抵得上我50个熟练女工啊！这台机器我卖给你，我要你把西陵城所有的棉花全吃下来，我要让大楚的人都穿上咱们西陵产的布。这股份究竟是个什么奇物啊？大人，江南首富沈万三的本家带着50万两来了，晋商总会的钱掌柜带了100万两，咱们衙门外全是钱，堆成山的钱啊！钱来了，准备一下，本官要造船了。造船？大人，您还会造船？带钱来了，100万两求购纺织厂股份，我们出200万两要炼钢厂的干股。这点小钱，本官现在已经看不上了。我要搞基建，我要修路、修铁路、造大船。从今天起，西陵城成立基建开发集团，发行基建债券，你们的钱全部用来买债券。修桥铺路那是做善事，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啊！这怎么赚钱？是啊，大人，您这路修的再好，还能收出金子来不成？哼，王献成，把东西端上来。这是啥？这叫水泥沥青。沈老板，你拿个锤子在一旁等着，砸它。泥巴变成了石头，这
这硬度比花岗岩还硬啊！这东西漫山遍野的石花石和粘土就能烧出来，成本极低。如果我用它来打地基，上面再铺上那黑色的沥青，有了这条路，你们的货物运输速度能提升10倍，损耗降低90%。你们说这路能不能赚钱？发财了！这是运输业的神器呀！本官宣布，庆历3年，江南西路基建债券认购开始。李大人，我买100万，200万了，别跟我抢！神器，大人，您真是神仙下凡啊！这路走起来连点灰尘都没有。这才哪儿到哪儿？这点路顶多跑跑马车。铁锤，属下在。炼钢厂的产能现在怎么样了？回大人，高炉日夜不停，咱们的金刚现在堆积如山，库房都塞不下了。好，马车运货太慢了，承重也太低，给我把多余的钢材全部拿成铁轨，沿着柏油马路再给本官铺一条路，一条纯钢打造的路。大人，用纯钢铺路，那得多少铁啊？这也太败家了吧！让你铺你就铺，哪来那么多废话？知府大人是不是疯了？用精铁铺在地上，也不怕被人偷了去卖钱？就是啊，这铁路光溜溜的，马走在上面不得打滑呀！李大人，您叫我们来，就是看这2条铁轨。本官叫你们来，是让你们见证一个新时代的诞生。妈呀，这是什么妖物？这叫火车！铁锤，加煤，点火。是。它自己动了，不用马了。这台机器一次能拉30万斤货物，有了它，西陵的煤矿、铁矿1天之内就能运到码头。你们说这铁轨铺的值不值？值，太值了！李大人，这火车的股份，我沈家倾家荡产也要买。带我一个，我要承包火车皮。大人，不好了！大人，大江下游的逃帮和楚国水师勾结，把咱们西陵港口的商船全给扣了。他们说咱们的货物冲击了江南的市场，以后统统要交80%的过路费，否则就直接击沉。李大人，咱们低头吧，给他们交钱吧，民不与官斗啊！低头，本官的字典里就没有这2个字。他们不是要击沉咱们的木船吗？木船被击沉，那是因为木头太软。本官的炼钢厂现在1天产钢几万斤，难道是用来过家家？铁锤，属下在。我让你在秘密船坞里造的东西完工了吗？回大人，蒸汽机组已经安装完毕，随时可以下水。李大人，您这画的不会是铁做的船吧？铁疙瘩扔进水里可是要沉底的。沉底？走，去秘密船坞。本官今天就让你们看看，什么叫真理只在大炮的射程之内。放水，下水试航。武器来了，这不可能，这违背了天理呀！水师封疆，曹帮拦路，回去准备好你们的货，明天本官亲自登舰，给你们开路，敢拦本官的发财路，本官就用这钢铁巨剑把他们碾成渣。这西陵所有的工厂，这铁路，这轮船，本老爷全包了。老爷威武，卖他区区几个铁疙瘩算什么？李凡，你笑什么？我笑你是个不知人间疾苦的傻帽。包圆，你拿什么包？哼，本老爷在京城有2田外卿，有钱庄数10家，家里的现银堆起来比你这衙门还要高，够不够买你这些破铜烂铁？吓傻了吧？赶紧跪下叫东家！几千万两白银，这就是你的底气。你是不是对工业这2个字有什么误解？光是城外那一座炼钢厂，从土法炼胶到高炉搭建，本官就砸进去了100万两。西陵到港口的那条铁路造价300万两，港口停着的那艘铁甲舰，光是研发费用就能把你那引以为傲的钱庄全掏空。你想包圆本官的工业革命，就算你把你家老宅子全卖了，也只够买个车头。你装什么大尾巴狼？你胡说！天下哪有这么贵的东西？大人，不好了！2号车间的蒸汽断压机高压阀门失灵，快要炸炉了！疏散工人，老子马上过去！这粗鄙之人竟然亲自去修那铁疙瘩，君子远庖时，他这成何体统？走，跟过去看看。都退后！把手给我，再拿2块石布。大人，您没事吧？大人，这种粗活怎么能让您亲自干啊？伤了您的万金之躯，
咱们西陵百姓可怎么活呀？我不上谁上？行了，别嚎了，赶紧排查故障原因，今晚必须复工。大东家，大半夜的请我吃烤串，白天不是还吵着要包圆我的工厂吗？怎么，钱凑够了？白天是黄某唐突了，李大人胸中之祸赫，非黄某这等满身铜臭的商人所能揣掉。这杯酒，黄某敬大人的经世之才。说吧，找我干嘛？要技术，不卖。李先生，拥有如此神技，在这西陵边陲，不觉得屈才吗？以先生之能，若是将这些奇物献给当今圣上，封侯拜相，也只在圣上的一念之间啊！封侯拜相，然后呢？3年前我刚来的时候，这里是人间地狱，人们吃不饱穿不暖。如今，他们人人有饭吃，有衣穿，有书读，生病了有诊所，出门了有马车和火车。老黄，这万家灯火才是真正的工业。老黄啊，老黄，你这人做生意是一把好手，但这格局终究还是太小了。李兄，既然你看不上朝廷的爵位，又掌握着这等足可以毁天灭地的力量，你就不曾有半点更进一步的想法吗？坦白对你说吧，我若真有那造反的心，我大可以封锁西陵，偷偷造出几百艘铁甲舰，但是我没有。我要的是大楚的万里江山再无饥荒，我要的是这天下万民都能像我西陵百姓一样昂首挺胸的活着。先生大义，黄某受教了。行了行了，少来这套，赶紧结账去。本官明天还要去视察化肥厂呢。记住啊，你要是想入股，去政务厅排队，别走后门。陛下，天快亮了，您歇息一会儿吧。徽宗啊，朕以前觉得当皇帝就是把权力抓在手里，把百官玩弄于股掌之间。可是，在李凡的那些机器面前，朕的那些军谋就像是小孩子过家家一样可笑。旧的制度已经千疮百孔了，大楚需要一场变革。传令下去，把朕的龙袍拿出来。明日一早，摆驾知府衙门，朕要以大楚皇帝的身份去见他。大楚皇帝驾到！老黄，我操！你就是那个傻帽皇帝！大胆李凡，面见圣颜，为何不跪？退下。李凡，朕承认，在你的科学和工业面前，朕以前确实像个傻子。但是从今天起，你要钱，朕开国库给你；你要人，朕调100万大军给你。老黄，大早上的没喝假酒吧？开国库调10万人，你信不信？你今天敢在朝堂上说一句大楚要搞工业，明天那帮人就敢对你下手！放肆！朕是天子，谁敢造反？工业化是要革那些旧贵族的命，是要砸了千万地主老财的饭碗。你1枚枪炮，2枚钱粮，3枚懂技术的官僚体系，你凭什么跟全天下的既得利益者斗？明天那帮人就敢把你整下台。那依你之见，该当如何？金乌，今天我就给你好好上一课，什么叫顶层设计。疯了，李凡，你简直是个疯子！
废除科举八股，改考数理化，你这是要挖了全天下读书人的祖坟啊！知乎者也能造大炮吗？四书五经能炼钢铁吗？没有大批懂科学的技术的人，你那些工厂建起来也是一堆废铁，这是必经之路，必须改。摊丁入目，废除世家免税特权，土地收归国有，租赁给工厂。你知不知道，这条命令一旦下达，全天下的门阀世家立刻就会造反？我当然知道。现在你明白为什么不行了吧？难道朕就只能看着这等神迹，却无能为力吗？我没说不搞，但饭要一口一口吃，路要一步一步走。那我们就只在西陵搞，将西陵及周边500里划为特区，赋税不再上交国库，全部用于西陵的建设。西陵的人事任免、商业律法、教育制度，全部由我李凡一个人说了算。你要割据称王？我要个屁的王！用10年的时间，我在这片试验场里，为你打造出一支全部装备连火火枪和火炮的近代化军队，为你打造出覆盖北方的铁路网，为你培养出第一批懂科学的工程师队伍。10年之后，当西陵的钢铁痛流成型，当火车的汽笛声响彻云霄，当你拥有一支所向披靡的火器大军时，如果世家大族敢阻拦，您就可以用大炮教他们做人。好，好，就依你，西陵的一切都给你。李凡，不，李先生，朕把半条命都交给你了，这10年，先生就放手去干。谁敢阻你，朕替你解决。朕就是最大的靠山。10年后，朕在京城等你的火车开进来。10年了，当年说要让火车开进京城，朕今天终于等到了。陛下，晚了3分钟。哈哈哈哈哈！你这家伙还是这么资贞薄教。不过这10年，你给朕的惊喜何止是一列火车？李凡，臣在。你10年前说的话，朕做到了。你还有什么心愿？朕现在想知道。陛下，臣正要向您汇报。由10艘5000吨级蒸汽铁甲舰组成的大楚第1远洋舰队，已于3日前横跨大洋。他们在海的另一边发现了一片无主的新大陆。舰队司令请示，是否在那片大陆上插上大楚的龙旗？插！告诉舰队，凡大楚铁甲舰所经之处，皆为大楚海疆；凡大楚火车气体轰鸣之地，皆为大楚疆土。